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巴黎这一夜的王一博让内娱大开眼界，什么是世界巨星待遇？你们听说了吗？咱们中国的小伙王一博最近在巴黎时装周简直炸翻天了。这次不是什么普通走秀，人家是以 Lacoste 全球代言人的身份亮相的呢，牌面大得不得了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个消息时，我第一反应是，哇塞，这不就是从国内娱乐圈杀出重围，走向国际舞台的典型案例吗？在国际时尚圈这种龙蛇混杂的地方，能有这待遇，咱们中国艺人真的是为国争光啊！要知道，在巴黎这种时尚圣地，能坐第一排的都不是普通人，那场子里坐着的都是什么人啊？奥斯卡影帝、国际超模、全球富豪，随便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大佬。结果呢？咱们的王一博不仅坐了第一排，还直接跟2度获得奥斯卡小金人的阿德里安·布罗迪肩并肩，这场面就像是高中生突然被安排和校长坐一起吃饭，但人家一点都不怯场，反而显得是校长有幸能和他同席。这次王一博的造型也是引起了不少关注，特别是那一头羊毛卷，简直像是上世纪80年代复古歌星的感觉，但偏偏被他驾驭得毫无违和感。有人说好看，有人说不习惯，但我想说，人家是国际秀场，不是村口广场，时尚就是要前卫一点吗？回想王一博的成长轨迹，从最初的街舞少年到演员，再到如今的国际品牌代言人，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。要知道，在国际市场打开局面比国内难10倍不止。的多少人认可你的，多少品牌相信你，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。有些键盘侠可能会酸溜溜地说，不就是去看个秀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想问问，你能坐在奥斯卡影帝旁边，和他有说有笑吗？你能让国际媒体争相拍你，把镜头对准你吗？你能代表一个国际大牌站在全世界面前吗？想当年，中国艺人出国参加活动，往往都是站在角落，像个小透明一样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外国人。现在倒好，王一博这样的新生代明星，直接就是主角待遇，这不就是咱们文化自信的体现吗？我记得有个老话叫酸葡萄心理，说的就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说它不好。面对王一博这次在巴黎的耀眼表现，与其酸言酸语，不如为中国艺人能在国际舞台上被认可感到高兴。毕竟，从一个小小的街舞少年，到如今能和奥斯卡影帝平起平坐的国际品牌代言人，这个蜕变本身就值得我们每个人尊重和赞赏。所以，下次再看到王一博或其他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时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支持，因为他们的每一步成功，都是在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添砖加瓦。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潮出海的最好例子吗？